常观其案故事，明断善恶是非。若有精彩之处，期望您能长按点赞支持一下。闲言少叙，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拥有一块风水宝地，那就堪比是拥有能无尽的财富和高官厚禄。所以从古至今，人们对于一块好的风水宝地都是趋之若鹜。不过这风水宝地它毕竟不是路边的大石头，到处都是，也不是人人都可以拥有的。明朝末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姓汪的风水师，当地人都叫他汪风水。他的风水之术可是非常的了得，在当地很有权威，请他看风水的人每天都是络绎不绝。汪风水给别人看了大半辈子风水，选了无数风水宝地，唯一遗憾的就是他自己已经年过半百了，却没有为自己家选一块风水宝地。自己的父亲也已经进入了垂暮之年，说不定那一天腿一蹬就撒手人寰了。所以他最紧要的是，就是要在父亲去世之前找到一块风水宝地作为自家的祖坟。这一天，汪风水在去给别人看风水的途中，无意中就发现了一处风水宝地。这个地方有山有水，山寓意着靠山，这水就寓意着财富。不过他看上的这块风水宝地已经有一户人家的宅子坐落在了这里，看起来是已经有主的东西了。这户人家姓王，是当地有名的一个大财主，当地人都叫这家主人王财主。他家里有2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在当地经商，听说生意做得很大。这小儿子早些年前就考中了举人，如今正在外地为官。这王财主家如今可以说是有钱有势，不过这汪风水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他自认为凭借自己风水师的身份，再加上这王财主就是一个土老帽，还是一个不会懂风水的土财主，自己还不是3言2语就能把这地骗过来。再说了，他家坐落的这个院子正好是这块宝地的阳宅位置，而他看中的却是这个院子的后面那块阴宅。所以他和王财主之间的利益并没有实际上的冲突，想办法买下这块地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汪风水直接就找到王财主，说明了自己想购买他家后面那块地的请求。谁知道这王财主直接就把他给轰了出去，根本就不和他谈。临走时还告诉他家这块地不卖，让汪风水有本事就自己想办法去，如果能偷到也算是他的本事。原来这王财主可不是汪风水心中所想的那样，根本就不知道自家后山的那块地是一块上佳的风水宝地。其实汪风水他也没有注意到，王财主家后面的哪块地正是他王家的祖坟。这块风水宝地当年就是这王财主花重金请的一位风水大师给看的。这块地前面朝阳的地方正好可以做阳宅，后山背阴的地方做阴宅最合适。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王财主家接连好事不断的真正原因。不过这王大师被赶出来以后，并没有想就此放弃，反而受到了王财主的激将后，更坚定了要得到这块风水宝地的想法。毕竟像他这样的风水大师，不但能够他会给别人看风水选风水宝地，而且他还会一招别人不会的，就是偷别人家的风水为己用。王大师有了这个决定以后，就偷偷的买下了王财主家祖坟隔壁的一块地，然后他在这块地上经过一系列的方位推算后，就在紧挨着王财主家祖坟地界的边上挖了一个自己的墓坑。3年以后，这汪风水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了。父亲去世以后，汪风水就把父亲埋进了自己早就已经给他准备好的墓中。自从把父亲能埋进新祖坟之后，这汪家和王家的运势就彻底的发生了转变。首先就是这王财主家里那个做生意的大儿子无缘无故的就发生了意外。他在一次外出的时候，不小心被山上滚落的石块砸中了脑袋。就这样，他一下子就成了一个植物人，家里的生意一下子就没了人管理，可以说是一落千丈。至于那个在外地当官的儿子，也没好到哪儿去。他因为官场上的争斗，
直接就受到了牵连，被贬为了平民。最惨的就是王财主的3女儿了。他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无缘无故的就被一条毒蛇给咬死了。王财主家里突然之间发生了如此大的变故，身为家主的王财主根本就接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他一下子就病倒了。几个月以后，王财主就含恨而终了。直到死的那一天，他都没想明白自己家怎么就突然成这样子了。相反，王风水家里却发达了起来，成了当地的名门望族。在他埋下父亲的第2年，他的大儿子就考中了进士，第3年就已经进京为官了，而且呢，还得到了王爷的赏识，直接娶了公主为妻。王风水的2儿子那也了不得，短短的几年时间，他就在城里面开了数十家店铺，积累了无数的财富。王风水的儿子们一个个都有了不错的发展。此时的他也已经老了，也不想再给别人看风水，挣那仨瓜俩枣了，就只想在家里安享晚年，享享清福了。又过了几年以后，王风水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就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梦到了自己的祖师爷。祖师爷在梦中就问他，为何要偷取别人家的风水？难道说你一个风水师不知道这也是泄露天机的行为吗？祖师爷在梦中就告诉他，他这次泄露天机的行为很快就要遭到惩罚，让他有个心理准备。如果他不想连累了自己的子孙后代，就要赶快停止这种行为才行，不然后果会很严重。第2天早上，王风水醒来之后，他就突然发现自己的双眼失明了，想起了昨天晚上的梦，他知道这应该是自己遭到了报应。这事不宜迟，他赶忙就命人把他的2个儿子的都给叫了回来。2个儿子回到家里以后，特别是看到父亲失明以后，2个人都非常的吃惊。正当他们想询问父亲发生了什么事时，王风水却打断他们说，你们先听我说，我如今的这个样子，那是遭到了天谴了，因为我盗取了别人的风水，泄露了天机，这就是惩罚。我今天主要给你们说的并不是这个，你们2个给我听好了，我盗取的正是王财主家里的风水，你们爷爷的墓就埋在他家祖坟的旁边。当年我也是一时糊涂，在给你爷爷挖墓的时候，我在里面做了些手脚，盗取了这个财主家的风水，就在你爷爷的坟里面东南的方向。我在那里对着王财主家祖坟方向钉了一个根非常长的铁钉，铁钉上还拴有一根红线，红线下面是我刻画的一张可以吸取附近风水的符纸。你们2个现在什么都不要问，赶快到我们家的祖坟去，把你爷爷的墓挖开，把那个铁钉取出来，再把符纸和红线用火烧掉。交代完2个儿子之后，王风水就急忙催促2个儿子赶快去办，晚了可就要酿成大祸了。这2个儿子出门以后，他们心里就开始嘀咕了，自己家里正是顺风顺水的时候，这老爷子为什么现在要去破坏自己的风水呢？不过他们2个还是朝着自家的祖坟而去了，毕竟这是父亲的吩咐，他们必须要先去看一看情况再说。2个儿子走了之后，这王风水一个人在家里也坐不住了，他实在是有点不放心这2个儿子，他觉得这2个儿子真不一定会照他说的去做，所以他就准备亲自去看一看。但问题是，他现在已经是双眼失明了，根本就看不到路，但他还是自己摸索着就走出了房间。这刚走出房间没多远，就被自己院中池塘边的石头给绊了一下。王风水是一头就栽进了池塘中，就这一下就被谁给呛死了。这2个儿子呢，到了自家祖坟以后，就直接按照父亲的吩咐，把自己爷爷的坟给挖开了。这坟挖开以后，他们就惊奇地发现，这爷爷已经埋下去多年了，但是这棺材还是光亮如新，没有一点腐烂的现象。2个人也是啧啧称奇。果然，他们很快就在这个墓坑的东南方发现了一根插进土里很深的铁钉，铁钉后面还有一根红绳和一张符纸。这样看来，父亲说的话果真不虚，他们家这几年能有这么好的发展，
的确是偷了隔壁王财主家的风水才有的。但是兄弟两个的经过简单的商量以后，并没有去动铁钉和符纸，而是直接又把爷爷的坟给填上。回去以后，他们就发现自己的父亲已经死了，但是他们两个并没有想太多，觉得是因为父亲的眼睛突然失明，他一不小心才掉进池塘淹死了。他们压根就没有往那个报应上面去想。自从跟汪风水死了以后，这汪家就开始慢慢的落魄了。首先就是他这个做生意的小儿子，他的生意是越做越小，最后所有的店铺全都在一夜之间就关门转让了。这个当官的儿子呢，也因为明末时期的朝局动荡，直接被叛军给抓起来砍了头。直到这个时候，已经一无所有的二儿子才想起来父亲临死前说的那些话，他自己也开始怀疑自家的一连串变故很可能是自己家偷去别人的风水，遭到了报应的后果。想到这里，他就赶忙就又跑到了自家的祖坟，直接就挖开了爷爷的坟。这一次挖开之后，里面的情况和上一次完全不一样了。只见爷爷的棺材已经完全腐烂，东南方向的那根铁钉也已经是锈成了粉末，至于铁钉上的红绳和符纸已经不见了踪影。小儿子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重新把爷爷的坟给填上后就回家了。此时他也想明白了，别人家的东西那就是别人的，不论你再用什么办法窃取过来，都用不时间长，早晚是要还给人家的，并且自己还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自从汪风水家里落魄以后，这王财主家里却又开始恢复了往日的繁荣，他那个被冤枉的二儿子也重新得到了重用，再一次做了官。王财主的二儿子有了钱之后，就在京城寻找到了一个退休在家的御医，在这个御医的治疗下，他大哥的病就奇迹般的好了。大哥醒过来之后，就又重新做起了生意，没用几年就又成为了当地的首富。不知道这王家和汪家之间相互更替转变，会不会就是人们常说的风水轮流转呢？本故事为民间故事，旨在劝人向善，明辨是非，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长观奇案故事，明断善恶是非。若有精彩之处，期望您能长按点赞支持一下。闲言少叙，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清朝年间，有一个姓姜的算命老头，人们都叫他姜老头。他没有固定的挂摊，也并不是在一个地方不动，而是全国各地的四处瞎逛，碰到合适的地方就在那里待一段时间。你要问他算的卦准不准，这个具体他不好说，因为这些算卦的人都差不多，他们多少了都会一些察言观色的手段。反正是很多人说这姜老头算卦还是挺准的。他算卦到底准不准咱先不说，只说他这个人，他给人算了大半辈子卦了，从来没坑过人。他这个人的为人非常的正直，而且还很有正义感，喜欢帮助别人，给别人算卦只是他的一种谋生手段而已。这一天，姜老头来到了山东的地界，这个地方他可是第一次来，可以说是人生地不熟的。这一路上就他一个人，他就没敢走小路，一路走的都是大路官道。就是这一路走官道，今天也特别的奇怪，在路上他是一个人都没碰到，想找个人来问问路都找不到。这样看天就要黑了，再找不到人问路，再找不到地方住，他今天晚上恐怕就要只能是露宿荒野了。官道也只是说路比较宽比较平而已，并不是说他就不路过一些人烟稀少的地方。姜老头也是加快了步伐，一直向前走，希望前面有客栈吧。他走着走着，突然就听到前边的小树林有声音，他循着声音望过去，突然就发现在一个大树后边正有几个人在那里聊天呢，几个人旁边还放着几个大箱子，一看就是路过的商贩。这看到了人，姜老头心里就踏实多了，他赶忙就上前询问这几个人，不知几位这是要到哪里去呢？能不能给老夫指条路？这里最近的客栈怎么走呢？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大汉站了起来。这个大汉浓眉大眼的，
看起来也是一位实在人。大汉就对姜老头说：“老先生，你要找客栈呢？”姜老头回答：“你们看天色也晚了，我还没个落脚的地方呢，就想找间客栈住一晚，明天还要赶路呢。其实我就是一个走南闯北的算命先生。”大汉一听是个算命的，明显就尊敬了几分。他呵呵一笑，对姜老头说：“这样吧，老先生，我们也是在此稍作休息，马上我们也要去找客栈休息。这一带我们也熟悉，你不如跟我们一起如何？”姜老头一听，这感情好啊，自己本来就有点害怕，有几个人愿意和自己结伴而行，何乐而不为呢？就这样，几个人就一起向着客栈的方向出发了。在路上通过聊天，姜老头也知道了这几个人的底细，他们的确是过路的商人，几个人都是做瓷器生意的，这一点从他们携带的货物上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路上，姜老头总能听到他们箱子里瓷器撞击的声音。不过这姜老头他可不是一般人呢，他可是算命的，所以看人他还是有点眼力劲儿的。一直跟他搭话的这个大汉看上去是一个老实的生意人，不过这个大汉眉宇之间隐隐就透露着奸邪之气，所以姜老头也没有太相信他们，自己就留了个心眼儿，一直留意着几个人的举动。不过这一路走来，几个人也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举动，一路上说说笑笑的就来到一家客栈。这个客栈就是一个专门给过路商人住的小客栈，房间不是很多，每个房间都要住好几个人住。姜老头也就买了个床铺，他和一个卖花瓶的小贩，还有一个做小买卖的人一个房间。那3个做瓷器生意的人，他们就3个人直接包了一个房间。这个房间还正好在姜老头的隔壁。姜老头屋里面住的这个卖花瓶的小贩，知道他是算命的以后，话痨的就停不下来了，不停地跟他说话，跟他聊天。这姜老头走了一天，可是早就累了。不过这个有人跟他说话，他也不好意思不回，不是？就这样，2个人一直说到半夜才睡去。姜老头刚睡下没多久，他就突然听到了隔壁房间里有动静。他仔细地听了听，可以确定隔壁房间的动静正是挥刀的破风声。听到这种声音以后，姜老头一下子就没了睡意，立马就起了床。但是呢，他又想了想，还是没敢一个人去查看情况。正当他思索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突然就看到了那个卖花瓶的小贩的箱子。姜老头灵机一动，他就从箱子里拿出来一个花瓶，啪的一声就砸在了地上。这时候卖花瓶的小贩疼的一下就惊醒了，他看到姜老头摔了自己的花瓶，一下子就火了，他拉着姜老头就要打。就这样，2个人就在屋里吵吵了起来，很快就把所有的人都给吵醒了。整个客栈的房间都亮起了灯。不一会儿，客栈老板就跑了过来。老板一看这2个人吵的是不可开交啊，赶忙上前就去劝，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大半夜的就吵起来了呢？还要动手，这可使不得呀！这卖花瓶的指着姜老头就说：“这老头不知道发什么神经病，大半夜的起来把我的花瓶给砸了，你说他该打不该打？”老板也觉得是姜老头不对，就问姜老头：“老哥呀，你大半夜砸别人花瓶是怎么个事呢？”“我砸他的花瓶那是有原因的。”姜老头说：“我老头子靠着算卦挣一点微薄的收入，总共就攒了几吊钱。谁知道刚才我起来看的时候，突然发现我的钱丢了，我怀疑就是这个人偷的。这卖花瓶的那是一个气呀，他本身也是个急性子的人。”直接他又拉着姜老头说：“你说什么？我偷你的钱？拿证据来！就你那几点钱，我能看得上？”这老板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劝2位了。客栈老板仔细想了想，就问姜老头：“老先生啊，你这钱到底是不是在这里丢的呢？可别弄错了呀！”姜老头愤怒地说：“我的钱绝对就是在这里丢的，怎么晚上睡觉的时候还特意看了看？钱还在我的包裹里，他半夜醒的时候再看钱就没有了。”就这样，2个人是越吵越厉害，其他房间的人也都被吵醒了，都围了过来看热闹。他隔壁房间的那几个做瓷器生意的人当然也过来了。这时候姜老头
细心观察下就发现了问题。他隔壁的住的几个人，特别是个大汉，基本还是那个大汉，另外2个人就有问题了。这2人可跟来的时候不是一个人，不用怀疑姜老头的眼力。这个情况就更加坚定了姜老头心里的想法，隔壁刚才的声音肯定是有问题，说不定就已经是出了人命案了。这时候姜老头就说了，如果我的钱不是你偷的，那肯定是别人偷的，反正这个客栈的人都有嫌疑，最大的嫌疑就是你，不行的话你就让老板能给我搜搜看。这时候围观的人就说了，搜他，这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呀。这卖花瓶小贩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首先就同意了可以搜身，他没有意见。客栈老板一看，既然是这情况，那就搜吧。他就先搜了这个卖花瓶的小贩，不管是他的包裹还是箱子都搜了个遍，没有姜老头的钱。这时候姜老头就提议到别的屋去搜一下。正当这时候，他隔壁的那个瓷器生命的大汉不愿意了，他说，不就是挤掉钱的事吗？何必这么大动干戈呢？你老呢，我们也算是有一面之缘，不如我送你挤掉钱算了，别耽误大家睡觉了，你看行不？姜老头一听就不乐意了，他说，我这个人虽然穷，但是我取财有道，你送我的钱我是不能要的，我就要我的那几贯钱。客栈老板一看这不搜怕是不行了，他就劝大家配合一下，他很快就会搜完，不会耽误大家睡觉的。这种事很多人都理解，一些人还为了自己的清白，提议先从他搜起，反正很多人都表示同意，只有家隔壁住那几个卖瓷器的有点意见，但是他意见再大都没用，大多数都同意了，就他不同意，那是什么意思呢？难道真是他偷的钱？这时候叫老头就说，我看不如就算从我隔壁的房间搜死起吧。大家也都表示同意，看到这么多人都同意了，这个做瓷器生意的大汉也不好说什么了。虽然他是一脸的不情愿，但是他还必须得同意。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他屋子里面的箱子不能动，因为他箱子里放的都是一些名贵的瓷器，如果碰坏了，损失可就大了。但是这姜老头他可不同意，他直接就带着一群人和店老板进了隔壁的房间，他是非要打开那几个箱子看看不行，不然就不愿意。卖瓷器的大汉此时已经显得有点慌张了，他看了看众人，还想出言阻止，但是此时姜老头已经快他一步来到了箱子旁边，他不走分说，直接就要打开箱子。大汉看这事情马上就要纸包不住火了，一转身就准备离开。这时候姜老头可是眼疾手快，他大声喊道，抓住这个人，他一定有问题。正说着，箱子也已掀开了，大家看到箱子里面的情形后，一个个就都愣住了。这2个箱子里面并不是什么瓷器，而是2个已经被大卸八块的死人。这时候客栈老板和围观的人一下子就明白了过来，他们不由分说一拥而上，就不几个人给捆了起来。第2天直接就交给了官府。原来这个大汉和另外2个做瓷器的生意的人，3个人一起搞来了一批价值连城的钧瓷。这个外表看上去老实的大汉，其实不然，他可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当时他就动了歪心思了，他提前了就在自己的2个箱子里面藏了2个人，等到晚上他们睡着的时候，大汉就悄悄地把2个人给放了出来，然后他们3个人一起就把另外2个人给杀了。他的目的就是要独吞这批瓷器，他们的计划那还是挺周密的。另外2个做瓷器生意的人本来就是外星人，外地人到这里基本也没人认识他，也根本没有人会注意他们2个，所以他们住店的时候进来的是3个人，第2天走的时候还是3个人。你说谁会怀疑呢？这是简直就是天衣无缝啊！只是他们碰到了姜老头，他还是一个算命的。算命的特长是什么呢？这都是天意。他们这次栽的一步冤，这就是姜老头，一个很有正义感的算命先生。做完了这些以后，他也没有要奖赏什么的，自己支一个人，悄悄的就离了，没惊动任何人。本故事为民间故事，旨在劝人向善，明辨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长观奇案故事，明断善恶是非。若有精彩之处，期望您能长按点赞支持一下。闲言少叙，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李员外有2个儿子，一个叫李小二，一个叫李小三。这就有人会问了，怎么没李小一呢？李小一原来确实是有的，只不过在他3岁的时候就意外夭折了，所以就只剩下这2个儿子。李员外的这万贯家财，2个儿子可是一直都惦记着呢。他们2个巴不得父亲早点给自己分家产呢，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实现财务自由，要不然的话，每次花钱都只能找父亲要，而且还不是每次都能给，就是给了也会换来父亲的训斥，没出息的东西就会伸手跟我要，自己不会去挣啊。我给你们创造那么好的条件，整天还是一事无成，一个个不争气的东西，拿去吧，省着点花。说完就会扔给他们一个钱袋子。这小二和小三真是一点李员外的处事方法和经商头脑都没学到，那些花肠子倒是在外面学了不少。李员外也非常清楚这2个儿子的秉性，虽然有失望，但还是很爱他们2个的。但是如今李员外年纪也已经不小了，想重新教他们做人也已经不现实了。如今之计，自己就只能想办法保下自己的家产，不能等到自己死后让他李家毁在这2个儿子手中。突然有一天，李员外找来了泥瓦匠，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把自家的大门就给拆了。几天以后，就又有一座崭新气派的大门立了起来。这时候2个儿子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父亲嫌弃原来的大门不够气派啊，但是也不用做这么好的大门吧，这多浪费钱呢，这浪费的越多，我们到时候就分到的越少啊，这父亲该不是老糊涂了吧？李员外才不管2个儿子的想法呢，他不但重新修了大门，就连院墙都加高了2尺。其实这些都是李员外为自己死后再准备，他知道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很多事必须要提前准备了。果不其然，几天以后，李员外就病倒了。临终前，他把2个儿子叫到了身边，说：“儿啊，我已经快不行了，我走了以后，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们2个了。你们的母亲死得早，我又太娇惯你们2个了，搞得你们如今还是一事无成，都是我的错呀。不过幸好我这辈子还为你们留下了点财产，以后你们也不至于饿死街头。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们2个，我们家一直存在有一个最大的秘密。首先呢，我死了之后，所有的财产由你们2个平分，包括这座大宅院。以后你们2个就是这座宅院的新主人，你们不但会继承我的财产，而且还会继承我们家的这个秘密。当你们继承我的财产以后，你们就会发现，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做一个梦，在梦中你们会梦到一只黑色的乌鸦在我们家门口叫，然后它还会啄我们家的大门。一旦你们在晚上做了这个梦，第2天就一定不要出门，乌鸦是不祥之物，出门就会倒霉的。我一直就是靠着这个提示，才让我们李家走到今天的地步，你们千万要切记。还有就是在我死之后，你们一定要多听管家的话。我们家的这位管家已经跟随我走南闯北多年了，他做你们的老师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我也嘱托过他，我死了之后他会悉心的教导你们2个的，你们2个一定要向他好好学习，以后什么事都要靠你们自己了，我再也不能为你们遮风挡雨了。李员外大喘了一口气，继续说道：“我们家还有一件最珍贵的宝贝，我把它放在了管家那里，等以后你们2个谁能得到他的认同了，他就自然会把这件宝贝给谁。你们2个一定要团结，千万不可互相猜忌嫉妒，切记切记。”这话刚说完，还没等2个儿子反应过来呢，李员外就双眼一闭走了。李员外的后事在大管家的操持下，很快就顺利的办完了。他的2个儿子小二和小三也顺利的分到了财产。办完了父亲的丧事以后，2个人就已经开始规划自己以后的享乐生活了。谁知道当天晚上他们2个睡觉的时候，就同时做了同样的一个梦。在梦中，他们梦到一只浑身乌黑的乌鸦
就窝在他们家的大门口，嘎嘎的叫个不停，偶尔还会飞到门上啄几下门板，当当当的啄门声，听起来还真有点瘆人。第二天早上，两个人醒来之后，就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昨天晚上的梦，同时也想起了父亲临终之前的话，如果梦到乌鸦啄门了，那么第二天就千万是不能出门，出门就会有大祸。两个人本来还计划着出去喝酒呢，这一下子两个人是都不敢出门了，想了和命比起来，那还是自己的小命重要。就这样，两个人就老老实实的在家里待了一整天，本想着明天应该不会有事了，就可以出门了。谁知道当天晚上他们又做了同样一个梦，这样一来他们还是不敢出门，就这样又在家待了整整一天。小三还感叹呢，这财产虽然分到了，手里也有钱了，问题是花不出去了。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直都是这样，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做同样的梦。这一天，小二突然就对小三说，父亲会不会是不想让有我们出门，故意编了这样一个故事吓唬我们呢？小三琢磨了琢磨说，也有这种可能，不过他胆子小，他告诉小三说，就算是父亲吓唬我们也好，问题是我们那个梦可是真实的呀，所以还是听父亲的话好，还是不要想出去的事了。可是小二他不一样啊，他已经憋了好多天了，早就快把自己给憋疯了，他还是极力鼓捣小二跟他一起出去散散心，完了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不过这小二胆子是真小，不管小二怎么说，他就是不去。最后没有办法，小二就自己偷偷的溜了出去。小二溜出去之后，整整在外面潇洒了一整天，直到天黑才回家。回到家以后，他就向小三炫耀自己今天都去哪里了，都干什么了，玩的是多么爽快，并且还指着自己说，看我这不是没事吗，好好的回来了，父亲就是骗人的，明天我们一起出去。谁知道小二得意忘形的话刚说一半，突然就抱着头痛苦地呻吟了起来。这时候他的脑袋里面突然就出现了一只黑色的乌鸦，乌鸦不停地在啄他的脑子，让他是疼痛难忍，躺地上直打滚。小三知道哥哥那肯定是出问题了，他赶忙就把管家找了过来。管家一看，就厉声地问着小二，今天是不是出门了？难道你忘了老爷临终前说的话了吗？你这真是自作自受，幸亏老爷早有先见之明，早有准备。说完，只见管家从怀中又掏出了一张符纸，管家把符纸点燃以后，直接就放进了一个水碗中。管家端着碗对小二说，一口喝下去。此时的小二疼的已经是连端碗的力气都没有了。小三看到后，直接就端起碗，把水给小二灌了进去。水下肚后，小二立刻就安静了下来。又过了一会儿，小二就安静地睡了过去。这时候管家看了看小三说，让他休息吧，不用担心，他已经没事了，多亏老爷留有后手啊，要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你也看到了，老爷说的话可不是危言耸听，你以后知道该怎么做了。小三此时已经被吓破胆了，他赶忙点头回答道，知道了，知道了，您放心，我以后一定谨遵父亲的遗言，绝不会贸然出门的。管家嗯了一声，点了点头说，知道就好，也不枉老爷的一片苦心。你们既然要继承他的家产，那就要继承他的全部，天下没有白的好处。说完，管家就出去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小二刚刚醒过来，就被管家给叫到了院中。此时小三也已经站在了这里，接下来就是管家的训话了。管家首先问了他们两个，昨晚上有没有梦到乌鸦？两个人看着管家，都用力地点了点头。管家接着说道，这就是说你们今天是不能出门了。既然是这样，我也不能辜负了老爷的嘱托，给你们两个选择，一个是我教你们学做生意，一个是教你们读书，以后也能考取个功名，也是光宗耀祖的事，你们自己选吧。此时的两个人根本就不敢和管家顶嘴，特别是小二，经过昨天的事以后，他不但相信了父亲的话，更是对这个管家有了敬畏之心。最终经过商量，小二决定学做生意，小三就读书。毕竟小二已经快20岁了，从年龄当面说，
已经不太适合读书了。决定以后，管家直接就安排小二开始接触家里生意的管理。至于小三，管家也没太多时间教他读书，直接给他请了一个私塾先生。管家也给他们定了个规矩，那就是只要他们梦到乌鸦不能出门的时候，就必须在家里好好的学习技能。如果没有梦到乌鸦的话，他们就可以出门玩。不过这个规定看似不错，但却让两人很是郁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根本就没不梦到乌鸦的时候，每天晚上他们都会做同一个梦。开始的时候，两个人还有点想法，不过他们还是没有胆子违抗管家的命令，更不敢随意出门。就算是不怕管家，他们也怕那天的怪事再次发生在自己身上。慢慢地，两个人的脾气都被时间给磨没了，也接受了现实。小三从应付读书到后来发现读书的乐趣，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小二也是在学习管理家中的生意后，慢慢也从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和目标。两个人正在慢慢的转变着。后来两个人也彻底沉寂在了这种学习当中，不再想着出去潇洒了，一心就是要跟着管家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全面接管家里的生意。跟着私塾先生好好读书，一定要为李家争光，最好考个进士回来，光宗耀祖。两兄弟是彻底变了。几年以后，小二已经完全掌握了所有的生意技巧，对家里生意的管理，他也已经是手到擒来了。唯一缺少的就是时间，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他一直都不能出门，只能在家里处理生意，接触比较单一，对于生意场上的各种险恶还不是特别了解。至于小二，他只是胆小，并不是笨，甚至还很聪明。在名师的教导下，可以说如今的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甚至都已经做好了随时进京科考的准备，只等可以出门的那一天了。这天，管家又把两个人叫到了一起。管家说，看到你们两个如今的改变，我很高兴，相信老爷也一定很欣慰。今天我就把老爷留下的宝贝给你们两个。两个人一听就来了兴趣，不过马上就又沉下了脸。小二说道，就算是再值钱的宝贝，对我们也没有用，我们什么时候能走出这个大门还没个准呢，说不定这辈子都出不了。小三听完后也是认同地点了点头，自言自语说道，我辛苦读了这几年书，怕是也无用武之地了。管家看着他们两个，呵呵一笑说，我今天要给你们的宝贝并不是东西，而是老爷留下的话，就和你们的梦有关。听到这里，两个人眼巴巴地看着管家，大气都不敢喘，就等着管家接下来的话呢。管家看着两个人，就把老爷临死之前托付给他的事详细的给两个人说了一遍。原来李员外非常了解他的两个儿子，他们不笨，只是不爱学而已。自己因为对他们的母亲有愧疚，不忍心逼两个儿子做不想做的事，就这样才导致两兄弟不学无术，养成了贪图享乐的恶习。他知道自己死后两个儿子很难生存，他留下的财产被败光也是早晚得事，所以他必须要做出选择，必须逼迫两兄弟了。但是用什么办法来控制他们呢？这一般的办法肯定是行不通的，自己死了之后，两个人就会更无法无天了。最后他就只能选择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了。他让管家找了一个懂术法的高人，让他给自己加下了一个术法，就是这个黑乌鸦的邪术。这种术法本来是一些心术不正的人用来敛财的，李员外也实在是没办法了，就只能用在自己儿子身上了。他翻修大门，就是为了在下面埋下乌鸦法器，加高院墙也是为了两个儿子不被外面花花世界所打扰。当然他可不想自己儿子真的出事，所以在求得法器的同时，他也一并求了破解之法。他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儿子的秉性呢？他早就预料到两个人一定会偷偷跑出去玩的。如果没破解之法的话，真的会要了他们的命。一切真相大白之后，管家就让人推倒了大门，从大门下面挖出了那件乌鸦法器。法器挖出来以后，两兄弟再也没做过那个梦了，也就是说他们随时都可以出门了。
两兄弟非常高兴，但是高兴之余，他们也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他们也知道自己绝不能辜负了父亲的爱。后来，小二顺利地接手家里的所有生意，而且在做生意方面还颇有青出于蓝的架势。小三也顺利地考中了进士，还做了官，也真正的做到了光宗耀祖。本故事为民间故事，旨在劝人向善，明辨是非，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长官奇案故事，明断善恶是非。若有精彩之处，期望您能长按点赞支持一下。闲言少叙，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小镇上忽然多了一个樵夫，叫做金哥，30多岁。他左半边的脸上有一条长长的伤疤，疤痕狰狞可怕，见到他的人无不躲躲闪闪，心惊胆战。不过金哥虽然面相凶恶，却并不是个坏人，只是很少与人打交道。每天早上开始上山，一天下来能够砍下8担柴，挑到集市上去售卖，也可以换取不菲的报酬。金哥有个弟弟，叫做金城，不过5、6岁上下，面容清秀，粉雕玉琢，煞是可爱，让人不得不感叹造物的神奇。明明是一奶同胞的兄弟，可长相却天差地别。因为长相凶恶的缘故，10里8村的姑娘并没有哪个愿意嫁给他。金哥也并不着急，只是一心一意地照顾着弟弟。因为自己吃够了没文化的苦，就憋着一股劲儿，送弟弟去私塾念圣贤书，期待他有朝一日可以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也不至于像自己这般辛苦。金城读书很有天赋，老师教一句，他立刻就可以想到2、3句。到了14岁的时候，就已经通过了童生试，正式成为了一名秀才。写出来的文章，连乡里的老儒生也称赞不已。眼见的弟弟这么争气，金哥心里都乐开了花，暗中下定决心，不让弟弟走自己的老路，无论如何也要帮助他走上仕途。这天，金哥到镇上去卖柴，远远的就见到有一群人围拢在一起，有断断续续的哭声传来，还有劝说的和嗟叹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金哥走了过去，却见中间跪坐着一老一少2个妇人，伏在地上痛哭，两人披麻戴孝，旁边还摆放着2具尸体，用白布盖着。金哥仔细听了一会儿，才明白事情的始末。原来这跪坐着的是一对婆媳，而这躺下的是一对父子。这户人家的老先生先前得了重病，为了治病花光了家中为数不多的积蓄，但是仍然没有好转。儿子为了给父亲治病，偷偷去码头上做苦力，却不幸被砸死了。消息传来，本就奄奄一息的老先生急火攻心，霎时间就咽了气。家里的2个男人同时倒下了，只剩下贫苦的2个寡妇跪坐在这里哭，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产生了轻生的想法。周围有人劝说他们节哀顺变，不要想不开，这句话最不值钱。当即就有人反驳说，现在人这么多，怎么劝怎么好，等会儿大家都散了，换一处地方还是要死要活，要紧的是帮他们解决问题。那劝解的人瞬间哑火了，不再说话。这时候又有一个大聪明说道，你们现在这样，难免2个人都要饿死，不如让儿媳卖身，得来的钱用以安葬公公和丈夫，剩下的钱则交给婆婆生活，这样2个人都可以活下来。有人开始拍手叫好，儿媳却十分犹豫，但是婆婆不开口，其他人的呼声却越来越一致。那感觉就像是如果儿媳不答应，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金哥对他们的遭遇十分同情，等到人群散开了一些，就从怀中掏出了20两银子，上前交给他们，说道，我和你们家的先生是旧友，这一点钱虽然不多，但也算是我的心意，请你们守下，也不知道够不够用。婆婆和儿媳都跪了下来，向金哥磕头道谢，询问他的姓名。金哥却洒然一笑，我本来也不图你们的回报，何必还要多此一事呢？金哥说完就要走，儿媳却眼睛一亮，起身快步跟了上去。恩公留步，妾身理事。刚刚我已经说了，要卖身安葬公公和亡夫，现在您给了钱，我就是您的人了，
金哥愣了愣神，这李氏虽然已经嫁作人妇，但是面容秀丽，即使穿着粗布麻衣也难掩其清艳的气质，但他心中却并无此想法，于是说道：姑娘不用这样，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还是再找个好人嫁了吧。李氏急了，一把抓住了他，流着泪说道：您对我有这么大的恩德，在我心里就是最大的好人，如果您看不上我，我就在你旁边做个粗使丫头也行。金哥听到李氏这么说，连忙摆手：不，我没有看不上姑娘的意思，只是我面容丑陋，怕姑娘看不上我，那不就成了，我以后就跟着您了。李氏破涕为笑，金哥心里也柔软了下来，不再争辩，带着李氏回了家。哥哥身边多了一个知冷知热的人，金城心里也很高兴。这么多年来，哥哥为了他付出了太多，如今也到了享福的时候了。自从李氏来了以后，家中的饭菜就变得可口了许多，屋里屋外被收拾得井井有条。金哥和金城每次回来都有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等着，就像是掉进了福窝一样。只是人心是很难琢磨的，金哥是个木讷的汉子，每天的工作就是上山砍柴，或者是在自己门前开垦一些荒地，很少对李氏嘘寒问暖。日子久了，李氏心里就生出了些许不满。相比起金哥的粗犷，金城就要细腻许多，而且面容俊秀，温文尔雅。虽说还没有成年，可托媒婆来说亲的人可不少，有意无意的，李氏总想跟金城亲近一二。可金城恪守做小叔子的礼节，对兄嫂的事好视而不见，退避三舍。李氏觉得很受打击，甚至对金城产生了嫉恨。三天两头跟金哥说要金城已经成年了，应该自己出门挣钱的话，可金哥的态度很坚定，无论如何也要供金城读书。夫妻俩也因此产生了一些嫌隙。不过从那时候起，金城不读书的时候，金哥也不会让他单独留下家里了，而是带着他一起上山砍柴。金城身子骨弱，刚开始的时候还没爬上山呢，就已经气喘如牛，汗出如浆了。金哥见到金城这副模样，反而更加坚定了要锻炼他的想法。在他的刻意练习下，金城的体能很快就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原本纤弱的身躯壮硕了许多，举止之间少了几分书卷气，眉眼间多了几分英武。就这样过了有1年多的时间，金城已经成长为了可以独当一面的硬汉。金哥看到弟弟的变化，心里非常欣慰。这天，金哥叫来金城，神色肃穆地告诉他自己要出一趟远门，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并把柴刀交给了他，嘱咐他照顾好家里。兄弟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分开过。金城心里难免有些不舍，难过的几乎要落下泪来。金哥拍了拍他的肩膀：好了，我只是出去做点事，又不是不回来了，不要哭哭啼啼的做小女儿情态。你一个人在家，要照顾好嫂子，要是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说了什么不好听的话，你不要跟她一般见识。金城用力地点了点头，目送着兄长离开了。此后，金城每天早起晚睡，清晨开始读一个时辰的书，然后就上山砍柴，卖得的钱全部交给李氏。到了晚上的时候，再读一个时辰的书才会休息。一开始，李氏还非常殷勤，每天做好饭菜等着金城，还给他准备好中午吃的干粮。过了一段时间，李氏也开始不着家了。金城傍晚回来的时候，李氏也才姗姗归来，至于饭早就不做了。金城因此就经常饿着肚子睡觉。李氏的异常行为很快就引来了金城的怀疑。所谓是出反常必有妖，这天早上，金城假装出门去砍柴，实际是躲在了房子周边，暗中窥视李氏的行踪。等了不多时，就见到一个模样俊俏的男子走了过来，环顾四周无人之后，翻身跃了进去。金城心中一沉，悄悄跟了上去。只见那男子竟自进了李氏的闺房。李氏欣喜地扑了过来，男子急切地问道：怎么样，东西找到了吗？李氏顿时有些不太开心。你知道让我找东西，一点都不关系我，难道我在你心中连一个物件都比不上吗？男子无奈地笑了笑，
文生宽慰道：“我这不是着急吗？等拿到了暴雨梨花针，砍了金城，咱们拿他的头去请赏，以后就有花不完的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我这也都是为了你好啊。”李氏这才开心了起来。你说的暴雨梨花针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几天我把家里家外都翻遍了，除了那一把破柴刀，家里连个像样的铁器都没有。男子眼前一亮，说不定那把柴刀就是关键，要不然金哥不会留给金城。到了晚上，你把那柴刀偷来，如果是真的，明年的今天就是他的忌日。男子说完就得意地笑了起来，李氏也跟着附和。不一会儿，两人就搂抱在一起，准备做些不一样的事。金城在门外看到这一切，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不过他也不清楚暴雨梨花针到底是什么东西，更不知道这陌生男子为什么要为了一件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来杀自己。眼见的里面的男女越来越过火，金城自忖不一定是对手，暗暗捏紧了柴刀，准备先行离开这里，等哥哥回来以后再做打算。可一转身，不提防踩到了一根干树枝，只听咔嚓一声，金城心道要糟，立刻大跨步的往门外跑。而屋内的男子听到声音，瞬间破窗而出，追了上来。看到来人正是金城之后，男子阴恻恻地说道：“好，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本想着多留你几天性命，现在看来是不行了。”男子说完，抽出佩剑就刺向金城。金城也学了一点功夫，急忙用柴刀护住身体，左支右绌。可毕竟实战经验不足，不过10几个回合就招架不住，被男子飞起一脚踹飞倒地。男子恶狠狠地说道：“赶快把暴雨梨花针交出来，说不定我心情一好，还能留你个全尸。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暴雨梨花针，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害我？”金城说着，突然想到哥哥离开前将柴刀郑重地交给了他，并嘱咐说遇到危险就卸掉刀把手。男子见金城如此狼狈，的确不像是知道暴雨梨花针下落的样子，于是啐了一口：“小废物，白白浪费了我这么久的时间，现在我就送你上西天。”男子说着就持剑冲了上来。情急之下，金城用力扭开柴刀的把手，将刀刃扔了出去，暂时阻挡了一下男子的攻势。随后就见到刀把手乃是中空的，里面放了一个圆柱形的金属匣子。金城掏出匣子，上面密密麻麻遍布着暗扣，来不及细看，直接举起来对准了男子。男子惊呼一声：“暴雨梨花针，赌对了！”金城暗道一声惊险，然后威胁道：“你想要的不就是这个东西吗？不准动，再动我就毁了它！”一句话脱口而出，金城自己就知道糟了。男子愣了一下，然后忍不住哈哈大笑：“毁了它？原来你真的不知道它的用处，那我可就不客气了。”男子飞身上前，试图夺取暴雨梨花针。就在这危急时刻，一柄飞剑直插男子胸口。金城惊魂未定，扭头一看，金哥已经来到了他身边。此时的金哥全然不像往日的温和，身上散发着杀伐决断的冷冽气息，以至于金城都有些陌生。“少主，你竟然能够活着回来！”男子倒在血泊之中，还在惊讶地追问：“我不但活着回来了，以后神教继续由我掌管，你可以安心去死了。”金哥说罢，不再让男子废话，直接结果了他的性命。然后看也不看缩在一旁发抖的李氏，将惊愕的金城带进了房间，将多年的隐情向他说了个明白。原来金城和金哥的父亲一手创立了神教，与一般的江湖门派以称霸武林为终极目标，与朝廷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不同。神教的教义是惩恶扬善，教化世人，如果官员腐败，神教就会出手刺杀；如果皇帝昏庸，以至于百姓民不聊生，神教就会揭竿起义，因此常常受到官兵的围剿。神教众人也受到了皇帝的悬赏。金城的叔叔金超受够了东躲西藏的生活，又贪图朝廷给的荣华富贵，于是暗中投靠了朝廷，将金城的父亲杀死，并将神教的地址出卖给了朝廷。朝廷派兵攻打，
神教教徒死伤惨重，从此分成了两个派系，一派继续秉持惩恶扬善的初心，潜伏到暗中秘密行事；一派则跟着金超做了朝廷的鹰犬，以吐露隐匿的教徒为己任。那时候金城尚在襁褓之中，金哥带着他冲了出来，东躲西藏，躲避追杀，因为不想他走父亲和自己的老路，于是就送他去念书，远离江湖纷争。不过杀父之仇，金哥一刻也不敢忘，于是一直在试图联系隐伏的教徒，密谋报仇的事宜。直到前段时间，金哥感觉时机已经成熟了，所以才锻炼金城，让他有基本的谋生能力，自己则带着人去跟金超火拼。因为此去生死未卜，所以将祖传的暗器暴雨梨花针装进柴刀把手里交给了金城，却忘了把使用方法交给他。幸亏自己回来的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刚刚杀死的那个男人就是金超派来的人，他打探到金哥兄弟俩的消息，想要独吞功劳，所以就没有通知其他人，又害怕暴雨梨花针的威力，所以才勾引李氏，妄图借他的手来偷暴雨梨花针。只是没想到到头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将一切都解释清楚以后，金哥问道：你现在已经明白了所有的事情，接下来有什么打算？金城沉思了一会儿，说道：一个人的力量对抗国家，无异于以卵击石，采用暴力的方式惩奸除恶，未必能够得到好的结果。我要继续考取功名，走入仕途，在能力范围内庇佑百姓。金哥并没有生气，反而很赞赏弟弟有自己的思想和坚持，接着说道：那我们两兄弟就一正一邪，一明一暗，看谁能够实现老爹的夙愿吧。至于李氏，金哥心中略有一些心痛，不过也并没有伤害他，而是选择了无视，任由其自生自灭。后来金城如愿以偿，进士及第，一路做了很大的官。在他执政的时候，与民秋毫无犯，实现了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大同社会。在他离任的时候，人们排成数十里的长队欢送他离。本故事为民间故事，旨在劝人向善，明辨是非，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长关奇案故事，明断善恶是非。若有精彩之处，期望您能长按点赞支持一下。闲言少叙，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个关于轮回的故事。说实话，如果不是我亲耳所闻，我也不会相信。这个故事发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白山镇，镇上有一户人家，丈夫叫马天明，妻子叫王丽，两个人育有一个8岁的可爱的女儿。马天明是镇上的一个中学教师，王丽也是在事业单位上班，一家人生活过得还是挺惬意的。人往高处走，谁往低处流。这一年正好赶上教育局要提拔一批教师到县里面去教学，马天明也在镇里教学多年了，也想挪窝了，所以他非常想要这个机会。经过多方打听，他得知自己的名字好像就在上级的提拔名单之中。得到这个消息后，马天明回家以后是非常的高兴，他还让老婆整了几个菜，两个人还小小的喝了几杯。马天明在家一连等了好几天，也没人通知他，他自己真的有点急了。再加上他心里也不是太有底，想了想，自己总不能直接去问领导吧，所以他就又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就是找人算下卦，看下凶吉。这天他就找了一位当地有名的算卦先生，想让他帮自己算下自己有这个命没。谁知道这个算卦先生看了他的八字之后，并没有急着给他说前途的事，而是嘴里不住地嘀咕着：不对呀，你不应该有女儿啊，应该是个儿子才对呀，这和命里不符啊。随后他就问马天明：你是不是没说实话呀？要是不说实话，我可没法给你推算。其实马天明在听到他嘀咕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生气了，自己的女儿都已经8岁了，这个算卦的还说他不应该有女儿，什么意思吗？这不是咒他女儿死吗？只听马天明说：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女儿都已经8岁了，我看你只是徒有虚名，根本就不会算卦。
说完，马天明拍拍屁股就走了。回到家以后，马天明还是不死心，他又连着找了好几个算卦的。这一次他倒不问自己的前途，而是对那个算命的产生了怀疑，所以他想验证一下关于的女儿的事。谁知道一连几个算卦先生都告诉马天明说，你命里确实只有一个儿子，说的和第一个算命所说区别不大。马天明心想，算了吧，越算自己心越慌，因或许这些算命的都是一些江湖骗子呢，不能自己吓自己。这一天，马天明带着女儿马小丹去城里办事，办完事以后，两个人骑着自行车往家走。走到一条大道上的时候，对面迎面冲出来了一辆汽车，马天明一时慌张，没把好方向，自行车直接撞到路边摔倒了。女儿马小丹的头正好撞上马路牙子，顿时就流了一地血。8岁的小丹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女儿去世以后，马天明和妻子两人也是伤心了好长一段时间，但是没有办法，女儿既然已经走了，两个人的日子还要过。时间长了，两口子慢慢的也接受了这个事实，虽然还会经常想起女儿，但是也没那么伤心了。这天晚上，妻子王丽突然做了一个梦，她在梦中梦到了自己的女儿小丹。在梦中，小丹对王丽说，妈妈，不要再伤心了，我已经投胎转世了，今年已经4岁了，虽然我没了，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就是你和爸爸马上就会给我生一个弟弟，另外我如今在什么什么地方。梦中小丹详细的告诉了妈妈，她如今转世的地方，让妈妈有时间一定要去看的。第二天醒来，王丽发现自己昨晚做的梦记得特别清楚，特别是那个地址。她把这件事告诉了丈夫马天明，听了后说，别乱想了，你一定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奇怪的是，没过多少，王丽真的怀孕了，后来生了以后还真是个儿子。这时候两口子才想起来王丽的那个梦和以前马天明算命时算命先生给他说的话，把这些结合起来，他们好像瞬间明白了什么。慢慢的，儿子长大了点，也能抱出去了，两个人就按照王丽梦中的那个地址找到了那户人家。到了家门前，王丽就发现门口一个小女孩正在玩耍，女孩4、5岁的样子，最主要的是她和他们失去的女儿小丹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王丽激动的上去就抱着小女孩哭了起来。奇怪的是，小女孩并没有反抗，表现得很是自然。后来王丽才知道，这户人家也姓马，女儿也叫马小丹，这不是巧合，这是命中注定了。只是女儿如今转世的这家人家庭条件不好，父亲是农民腿还有残疾，母亲也不是太正常，一家人就靠着一个残疾的男人养活。王丽看到这里非常的伤心，虽然他们能确定这个孩子就是小丹的转世，但是他们不能真的相认，毕竟这事说出去谁都不会相信，也不能破坏这一家人的生活。马天明和王丽夫妇就称他们慈善家协会的，来这里就是帮助他们的。两个非常喜欢他的女儿，想认小丹做干女儿。这家人看两个人不像是坏人，也是真心喜欢他女儿，就同意了这个事。至此之后，马天明和王丽两口子就开始了两边跑的生活。他们不想亏待任何一个孩子，要给每个孩子同样的爱。还有今生小丹的父母，王丽两口子也是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他们。他们觉得照顾女儿，如今的父母也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两口子不但经常资助小丹和他的父母，还包括村子里所有的困难户。他们的事迹很快就传开了，他们的事迹也受到上面的表扬。他们两个还获得了县里的扶贫帮困爱心奖。不管怎么样，希望两个孩子都能快乐长大，也希望马天明夫妇的善心能够永远的传递下去。本故事为民间故事，旨在劝人向善，明辨是非，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